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东南部，有一处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肇兴侗寨。这里保持了侗族的古老居住环境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民族艺术，使这里成为都市人向往的温柔乡。这一次，雷店长走进肇兴侗寨，搜寻那些定格在杉木青瓦间的记忆。嗨，大家好，我是冒险雷队长。此刻呢，我来到了贵州黔东南，在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肇兴侗寨。肇兴侗寨呢，被誉为是侗乡第一寨。这个肇兴侗寨呢，它有1100户人家啊，总共由6000人组成。这些建筑呢，就充满着侗族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记忆。肇兴侗寨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6大乡村古镇之一，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誉。在进行完欢迎仪式后，我的侗寨探秘也开始了。寨子里迎面而来的烟火气是我久违的味道，但那绕梁不绝于耳的歌声更是吸引了我的好奇。哇，大家看雷店长来到这个侗族的文化体验馆哦，刺绣啊，寨子还是挺漂亮的。哎，你们谁能带我去转一转？可以啊，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啊，好呀，好呀，那我们要换一下衣服吧。哦，对，他们现在要换一下衣服啊。那行，那我等你们换一下衣服吧啊。好。我是浪漫侗家7仙女的六妹吴佳燕。哦。Hello， 我是杨岩，是少数民族的一位姑娘。你嘛叫浪漫背嘛？大姐，你们这个侗族的服装有什么讲究吗？有什么特点吗？有啊，上面是我们侗族是正宗的侗族服装，这个是要黑一点，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啊。有的亮布是放鸡蛋的，是吧？是啊，是放鸡蛋呐。我见过有这个。也有刺绣的比较贵了。而且这边还有他们的这些头饰啊，就很多很精致啊，就这样。哇，大家看啊，他们现在呢，当地这个侗族呢，已经开始用这个毛线来做这个假发髻了啊。因为在过去呢，一些老一辈呢，他们都是用真正的头发留得很长，留个1米2米啊，2米倒不至于啊，反正就是这样子盘上去啊。侗族的最大特点还是它的这个发饰啊。在侗家姑娘的相伴下，我逛侗寨更有了看头。让我感慨的是，如今寨子里饭店、旅店林立，但却和淳朴传统的侗族老人和谐共存。这些都是真的那个侗族的老奶奶。对。哦，这个纯天然柿子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就真正回到那个当地人的生活中。你看这边老奶奶都穿那个侗族的衣服啊，侗族发型啊，说侗语。而且那个面孔，最关键他那个面孔也是侗族的。既然是一大早，那不如先尝尝侗家人的特色早餐吧。哇，大家看哦，在这个肇兴侗寨呢，他们一大早呢吃的都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吃啊，这个叫做糯米饭包烤肉是吧啊？哇，所以你这是糯米吗？哇，真是糯米！糯米，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他们的糯米饭是他们这个当地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饭。侗族人爱吃糯米饭，1亩稻花10里香，1家蒸饭百花香。传统习俗中，侗族吃糯米饭是不用筷子的，而是直接用手将饭捏成团食用。每逢农历4月初8，侗家人总是会蒸上一笼香喷喷的乌米饭来庆祝姑娘节。这些戴白头巾都是当地的老乡啊，真正的侗族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唐上面那里下来的，就相当于来赶场嘛。我唔认嘅。哎，你就想人团你漂亮嘞。黑啊，他们说什么？他们没有，他们都说他们头发都是真头发的，而且很乌黑的。乌黑的啊。他是用那个淘米水洗的啊。哇，就你们穿的衣服就这些布是吧？对。哇。布是白色的，然后是吧？染，然后成一点蓝色，然后最后后面的成这种深色一点，深色的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是插了鸡蛋的话，它就会是很亮的那种。是吧？是树根，是板蓝根是吗？
不是板蓝根，也不是板蓝根。板蓝根要嘛，蓝豆啊要红色的。真的是拿板蓝根，那个树叫板蓝根吗？对呀，他们说就是板蓝根。原来我是打假洞吗？我是假洞吗？晒过后呢，它分为有三个步骤，就是先布是白色的，然后呢再蜡染过后呢，它又重新就是晒完过后呢干了，然后就去打锤布，对，锤，然后过后呢就会成为一种就是很亮的，对。哇，这个这么一看啊，这个不但又亮，而且很厚啊。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对，完全不是一样。听说不能洗，是真的吗？对，不能洗。我们这个不可以洗的。哎，如果那一旦脏了怎么办？不过也耐脏是吧？确实，就是一个就是民族服饰呢，就是它可以耐用，就是几年、几十年都有。侗布是侗家男女最喜欢的衣料，侗族织的布有粗细之分。侗布就是用织好的2种布金蓝靛、白酒、牛皮织、蛋青等混合成染液，反复浸染、蒸晒、捶打而成。一件侗裙从制作布料开始到完成，需要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和数十道工序。由于年轻女孩已经不喜欢染布了，所以老一代侗家女自然成为了侗布的传承人。这什么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店主，就是一个我们的这边的鼓楼。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这鼓楼是不是敲鼓的地方？不是，这是我们休息聚会啊，聚会还有那种老人就是在老去商量事情。鼓楼尖是有2种，一种是穿尖薄顶，是尖顶。一种是四方倒水，是平顶。在贵州地区，这种尖顶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人团鼓楼这个尖顶，在2年前它倒掉了。一般10几年，这鼓楼尖就有可能会失修，会倒掉。这个限于村里面财力，到现在才凑齐物料、人工还有钱，开始修，准备重修这个人团的这个塔尖儿。塔尖儿，这个木头就是这个塔尖的材料啊。对，这几块不知道怎么用，但是这个木头一定是很硬的。对，木头很好的杉树木头。杉树啊，对哇，这边的扛木头的人啊，他们都是当地人啊，也就是说，在修这些古建筑的时候，一定是有能工巧匠的。哇，这个里面呢，他们现在里面放的都是这个木屑啊，木屑呢就可以把这个点着之后，这个鼓楼下面就热起来了，暖起来了。这个鼓楼本来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烤火用的吗？还是就是烤火的？就是烤火用的啊。开会啊。对，开会。肇兴侗寨分为5大房族，分居5个自然片区，因此分别建了5座鼓楼。相传鼓楼是诸葛亮南征所建，在这座高亭内击铜鼓并指挥战斗。另外还有外星说，据说鼓楼是模仿外星飞船所建，顶层楼阁的剖面恰如飞碟的造型。在侗族大歌的歌词中就有那天神仙下界送礼钱的句子，而耐人寻味。哇，他们这就直接就这样喝了啊！直接这样喝了，直接这样喝了。这个是山泉水，山泉水啊，从顶上面接下来。这个侗寨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它呢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人的生活啊。因为在很多古城，那个古城里面的人他可能已经现代化了啊，然后只是在还原，但是这个古城里面的人呢，他还真的是在这生活啊。穿着那个过去的衣服呀，然后呢，生活在过去祖先的这些建筑里面。在侗寨，不经意间你就能发现很多房屋附近都堆放着老人的寿材，这体现了世世代代的侗家人与这片土地生死相依。另外，在贵州山村，这种风俗也有祝愿家业兴旺的寓意。你们这既然是3宝，那还有一个是吧？对，还有一个。侗族人告诉我是哪？3宝，侗族3宝。对，侗族人怎么说的是北京话呀？这是从哪来的？穿帮了呗。穿帮了。这个问正经的。问正经的啊。侗族这边有桥是吧？啊。对。那你们这个桥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方便老人，就是去做，就是干农活。干农活。对。花桥也叫风雨桥，是侗族智慧的结晶。老人喜欢在桥内休息避雨，情人喜欢漫步桥下。屋檐下还绘制了侗族人的风俗节日，让后代铭记。
这个大叔，你会唱侗族大歌吗？我不会。你不会？你看，你不是都说那个生下来就会吗？哎，我到了。你要不他会唱，他说我老了不唱了。他那天我们在鼓楼这儿唱情歌对唱时，他高兴时把年轻时歌唱过一次。他是我们那个多高中的寨老，负责祭祀的寨老，这是祭祀的寨老。嗯，是。这样子，雷校长突然有个想法，其实大家认识侗族就一个侗族大歌，我们加个4声部吧，我们唱个简单的，我们学一个好不好？可以，可以，高声部、低声部。在今后，天都那么弯弯，天都奶奶奶啊。侗族有3宝：鼓楼、花桥、侗族大歌。这一次3宝在同一画面里出现。侗族大歌是侗文化的代表，分为多人分声部，无伴奏大合唱，唱者未经专业训练，只凭天生对音乐的敏感，表达出对生活的理解。这也是贵州的一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了。完了。哎呦，就雷校长来学学这个侗大歌，终于学到精髓了。就你永远就保持着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声调、音调啊，然后就唱到一起去了啊。对。哦，农历11月初1，这是侗族朋友的新年。这一天，他们摆起长桌宴，招待远方的贵宾。对，哇，朋友们，我们的姑娘长得怎么样？漂不漂亮？那您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给送给我们姑娘作为定情信物了没有？这是啥？这个呢是这个口气清新剂。口气清新剂，你想干嘛呀你？不要笑得太大声了。哇，这个礼物非常的棒哎。对，这个呢就是每次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呢，就能想起我。这样子啊。在贵州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所以欢迎贵宾自然也有他们的独门绝技。高山流水的敬酒方式要求歌不停，酒不停，一般人可招架不住。哎呀，这个高山流水都一节都溅到脸上了，脸上都是哦。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叫高山流水了。哇，大家看这块布呢，他们的侗族是这样围出来的啊。我也换上了这个侗族的衣服啊，我选了一件比较这个朴素的。哇，你围的真好啊！这个侗族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头上戴的这块布是，他是专门用一块布给我围出来的。大家看雷探长呢已经戴上这块侗布了，有没有这种寨子里的男人的感觉？大长鸡，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看这大长鸡的脸还在啊。特别有点像你。啊，这个闽大人像我啊？你说什么？这人像我啊？像你。每一个少数民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稳重的靠山啊。如果说他们的那个朝鲜族的靠山是这个闵正浩，那么侗族的靠山就是雷探长了，就是这样子。他们平时自己那个生点火，然后呢放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就可以用木炭烤一下这个肉呀，还有就是那个豆腐呀，成为他们的当地呢他们自己的一种就是业余时间或者是那个夜市呀什么的除了主食之外的一些吃法。鸭乐黑就是侗族大哥的那个舞蹈哦，我明白了，就鸭肉黑哟了耶，它是侗族的那个啊。对，哎呀，就过年的时候后面一辆3轮车，感觉你们要奔小康了。不是，我觉得我应该给你配。我觉得他们这个可以给他配那首歌，老司机带我。
来，就这个歌，跳一个。那行，我来唱，你们跳啊！预备，就这个，预备，走。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城里。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城里。是大理。去大理啊！地方选错就带偏了。好了，那个此刻呢，刘县长要跟这个侗家七仙女说再见了。这次来到这边呢，得到他们的帮助，非常的高兴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这个肇兴来游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肇兴，喜欢这个侗乡。好，感谢你们，拜拜，再见，拜，真的再见了，下次再来，下次游玩好，好，对，好，再见了啊，拜，下次见吧，下次见啊。肇兴侗寨就是这样一片多情的土地，一些人因为它的美景而来，一些人为了它的乡音乡情而来，一些人为了留下它的故事而来。可无论怎样，这是一处适合时间旅行的地方。认真生活的人拥有月亮做的渔网，即使身处坎坷，依旧能捕捉到闪亮的星光。古老的侗家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游走山水间，把美丽传承，把美好表达，才塑造出这侗乡第一寨，给世界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